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表情迁移的模型，这个模型呢具有很高的保真度，而且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它呢可以生成视频和图片啊，我们以视频为例，先做一个展示。大家注意啊，我这儿呢有一个图片，然后呢我这儿有一个驱动的视频啊，叫 Drive Image。然后经过它的处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表情非常相近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效果的确是非常棒的啊，大家去看一下。当然我们可以同步一下啊，大家感觉一下。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模型的话，其实呢比我们的 Level Portrait 呀，或者是 Anti Portrait 可能都还要好一些。另外的话，这里边集成了很多的技术，我们简单看一下。大家看，这是它的网络结构图。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可以读一下论文。那这个呢是图片的生成，那上面是我们的驱动图片，这个是原始图片。在我们驱动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图片生成的效果呢还是很棒的啊。它的这个运动模块的话呢，做了很多的改进。比方说最开始呢，它仅仅是逐帧输出，它会发现呢可能帧之间会有一些跳跃和闪烁，所以说呢它就引入了 Animate Diff。虽然连续性得到了改善，但是呢这个保真程度呢可能有所下降，所以说呢它就进一步微调了 Animate Diff。所以说呢这里边其实用到的技术还是很多的，用到了一些这种表达式的边界。同时呢，可以集成一些模型，比方说呢，你可以用它自带的模型，也可以用它的模型呢，加上我们的 SD15的模型也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也可以进行 LCM 的采样，但是我测试出来呢，这个 LCM 的采样其实是不太好的啊。我觉得没有这个传统的模型出来的效果要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啊。另外这儿呢有一些跟其他的模型的比较，比方 Level Portrait、Anti Portrait 非常流行的这个表情迁移模型。那如果你想用它的话呢，可以用这样一个扩展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扩展呢叫 Config Hello Memo。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关于模型的细节说的就比较少了，它重点还是说这个两个基础的工作流，一个是生图的，一个是生成视频的。那这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装的话，按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它这里边并没有太多的关于安装的内容。安装的步骤就是把这个扩展给它下载下来，放到 Custom Node 里边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对你的Config 的基础环境的要求呢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存储库呢是 Config 对于这个技术的官方的实现，就是说这个呢不是我们的大神开发的，就是官方做的，所以说呢它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 ONNX Runtime， 这个呢一定要和你的 CUDA 版本是对应的啊，要不然的话呢它会出很多的错误。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址啊，这个网址呢是安装 ONNX Runtime 啊，这个主要是我们做模型转换的时候用的。它这里边的话呢，其实 ONNX 和我们的 CUDA 和CUDN 这个都是有对应关系的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混着装的，就版本不对应。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在一些这种包上面表现不出来啊，但是它这个就要求比较强，所以说呢你要看清楚。比方说你的 CUDA 要是 12.x， 那 CUDN 呢应该是 9x， 那 Runtime 呢也一定是 1.2.0， 它这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说明啊。那有人说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啊？其实呢也很简单，首先呢就是你要看你的 CUDA 的版本。CUDA 的版本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看啊。我们来看一下 CUDA 的话呢，有这样两种看法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通过 nvcc 然后杠 version 或者是杠大 V 也可以，两个命令都行。注意啊，杠大 V 的话就是一个杠啊，这两个命令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大家注意啊，我现在的 CUDA 版本是 12.6 啊。那另外的话呢，你可以通过环境变量上呢有一个认知，就是在我们的系统里边，那高级设置，那环境变量这里边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CUDA 版本。我其实装了3个 CUDA 啊，一个是 11.8、12.4 和 12.6。那我现在用的是哪个呢？就看这个
CUDA-pass 它设的是谁？我现在设的是 12.6。那另外你要注意，在 pass 里边呢也会有对应的设置。那 pass 里边我会将 12.6 呢给它前提。那同样你注意，我的 CUDN 装的是 V9.5 啊，所以说呢跟这个是对应的啊。这个 CUDN 它最新版本是 9.5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查这个。如果你发现出错，而且这个错误莫名其妙呢，大概呢就是这儿的问题。那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这个别的应该都好说啊。然后当你启动的时候，它会自动下载对应的模型，从我们这个 Diffuser 上面下载，或者是 Hugging Face 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用法。大家可以在这个 Workflow 里边看到这样几个工作流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生成图片的工作流，然后有生成视频的。这还有一个图片裁切的一个，那重点呢就是两个啊，一个是生成图片，一个是生成视频。好，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成图片的这个，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流呢给它下载下来。大家注意啊，下载这个 JSON 文件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到 Config 里边把这个工作流给它拖进来。好，我们先说最简单的方法。这个东西不要动啊 ，GPU ID 一般指的是你 GPU 的编号，如果你默认只有一个，这儿当然就是0。然后呢，这儿有你的模型的目录，这儿暂时选 None 啊，就是我不加任何的模型，就是用 Hello Memo 啊，它的这个模型。下边这个呢是你想让它发生运动的这个图片啊，然后这个是驱动的一个图片，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让这个人呢拥有姚明的这个表情。然后下边呢是一个 get reference image RT 的这样一个节点啊，下边是一个获取这个驱动图像的一个参数的节点，然后是一个 pipeline， 其实就是一个采样的过程。大家注意啊，这个提示词有正向和反向，反向我们一般不写，提示词呢写的也非常的笼统啊，叫 best quality 啊 high detail。然后呢，你注意啊，这儿的这个 guidance scale 呢是 2.0， 然后直接跑就可以了。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需要去下载模型和转化模型，时间呢会比较长一点。跑一个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生成的还是很高的啊。这个如果你想用自己的图片，这个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可以随便来一个，比方这张图片。大家注意啊，这张图片你直接用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把这个脸给它切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给到5，然后这儿连一下，这儿连一下，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不错的。这个牙齿需要去精修一下啊，那这是最简单的用法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儿选不同的模型，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写实类的都可以 MagiA7，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用它原始的 Hello Memo 这个模型呢，加上我们的MagiA7， 然后统一呢来生成这张图片。那模型加入之后，可能会使这个生成的图片质量更高，当然也有可能呢会让这个生成图片的质量下降啊，这个是不清楚的，所以说你需要测试一下，到底哪个可能表现更好一些。大家看一下，这是加入了 MagiA7 之后，你说比原来的好吗？这个不好说，的确是不好说啊。我们再试一下自己的。哎，这个的确可能要好很多啊！你注意牙齿这个地方，但是眼睛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太好看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加 LoRa 啊，比方说我来加一个SDL Render 这个 LoRa， 让它呢更加的漂亮一些啊，就是具有 SDXL 的一些生成质感。那我们看看这个 LoRa 是不是起作用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加入之后呢，其实会发现好像影响还是挺大的啊，不太好看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就通过这种测试，你就去看啊，到底哪个可能感觉更好一些。那其他的模型呢，你也可以去测试啊，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的像 Realistic， 就是写实类的这种模型。其实 MagiA7 呢还是有一些风格化的，因为它作为东方的这种人物的模型呢，其实它融入了很多的东方的审美在里边啊，所以说呢，写实能力其实只能说一般。所以像 Real Vision 或者是 Juggernaut 啊这样的模型可能会好一些。这是哪个？看一下啊，这是 Real Vision， 这个就有点怪了啊。我们再换一个啊，换成 Juggernaut。
Juggernaut 的表现可能就要好很多。另外的话，可能分辨率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可以 resize 一下 image， 我们给它变成512×512的，那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清晰度啊什么的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模型像 Dream Shaper 啊，也是不错的。来看一下，这是 Dream Shaper 的一个效果。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其实生图的这个工作流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生成视频的工作流，这个呢是它生成视频的一个工作流。那同样的我们这儿可以选模型，比方我选 Juggernaut， 然后 LoRa 呢我暂时不加。这儿呢我同样有这图片，你可以用它原来的啊。原来的呢我们说毕竟是人家测好的嘛，所以说可能不太合适啊。然后呢我这儿同样 resize 一下吧，给它到512×512啊，作为一个标准的 SD15 的尺寸。然后呢这儿有一个驱动的视频，这个它原来可能并不是用这个去加载的啊，这儿我换成了这个 load video 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了看清楚呢我把这个 frame 给它改一下，改成30就可以啊，因为这是15帧嘛，这30就可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说一下这个工作流啊，这个是我自己加的，把脸切出来啊，然后呢 resize image，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你注意它如果生成图的时候，这儿是那个 image pipeline 啊，生成这个视频的时候是video pipeline， 不太一样的，后边的都差不多，这些节点都差不多。现在开始采样。大家注意这儿看不到采样的进度啊，采样的进度呢，你只能在后台的这个进度条里边看到，而不像其他的节点我们可能能看到采样百分比。那你会发现在这儿的话呢，它开始进行第二步的采样。大家看一下，这个质量呢还是很高的啊，因为它里边呢用 Animate Diff 做了优化嘛。那下边的话，其实你就是不断的换图片、换模型啊，我们可以简单换一下。其实呢，这种视频呢很多啊，你可以去找找。这个我用的是它官方的，大家尽量呢还是采用这个脸型比较接近的啊。你比方说周星驰的这个、汤姆虎的这个，它的这个正脸，这也是正脸，对吧？它可能效果就会好一些啊。我们试一下。动作比较大之后呢，这个眼睛很明显开始变这个什么？有一些尾影出现啊，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放大去修复。这个可能表情越小，那我们产生的效果呢也就越好啊。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模型去试一下啊。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是用 Magic V7，然后呢我们这儿可以写上一个 Animate Style， 也就是动画的这种。Magic V7 可能能力差一点，我们用 Dream Shaper 看一下。Dream Shaper 7啊，看一下这个动画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有那么点意思，对吧？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在很多的测试里边我们看到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测的 LCM 的问题。这儿我用了一个 Dream Shaper 8的 LCM， 然后我采用了10步采样啊。大家注意啊，然后呢我们换了一下其他模型啊，比方说这是 Real Vision 10步的时候的一个效果，其实还可以啊。那同样是 Real Vision 16步的一个效果，这个闪烁就明显的变低了，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呢也变得比较强。那这是 Real Vision 25步，这个效果呢已经不错了，但是这个闪烁还是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用 Juggernaut 来生成的我们自定义图片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致性也是很强的啊。那你之所以感觉它比较怪异，是因为这儿的这个表情是很夸张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尝试用了一下表情不是那么大的啊，小孩可能大家都见过啊，所以说出来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呢也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呢我换了一个风格的图片啊，大家注意这个图片特别像 SD 生成的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用 Juggernaut 这种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生成的这个人物表情其实还是很棒的。
所以说用 Flux 生成的图片可能还不如这个 SD 系列的生成的图片要好一些。但是呢，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比较闪烁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Hello Memo 这个模型啊，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扩展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好，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